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来给大家说一些快讯啊。这些讯息你们看完了以后，觉得是利好还是利空？你们自己可以仔细品一品，一会儿可以留言告诉我。并且呢，这几天对面具人的观众来说，真的是嘉年华呀。为啥？因为听我推荐玩了 Axie 的人，买了 AXS 的观众朋友们，基本上等今年过年的时候，都可以回家吹牛逼了。因为大家早就几倍、几倍、几十倍、几十倍的赚了嘛，对不对？至于那些长期以来造谣抹黑面具人、蹭面具人热度的那些谣言啊，说什么面具人让大家 AXS 追高的，包括那些骗子博主抹黑我啊，现在你们看到结果了吧？事实胜于雄辩，对不对？如果说面具人从3块让大家入场 AXS 都叫做追高的话，那你告诉我啥是不追高？ AXS 现在是150美金，我让你翻了50倍了，这还叫让你追高吗？我上一个节目是怎么说的？我上一个节目也让你们追高了吗？ AXS 的资金池是他们公司的自有资金，这是我仅限的能够透露给你们出来的局限的消息了啊！这个资金不会出现大回调的，要上车的现在就可以自己斟酌了。这也是我在我个人能力权利范围内能够告诉你们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了。怎么样啊？看我的上一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入场了以后，是不是又赚钱了？对不对？从110涨到了150。当然了，我提前也已经在我的会员群里面告诉了我的会员群友更精确的点位，让他们提前进场了啊。看我节目怎么样？结果呢？在我当时发完节目的12个小时之后， AXS 又从110涨到了150。所以说呢，是不是看面具人的节目能赚钱？看面具人的节目为啥能赚钱？你们心里面应该都懂了吧？不懂的可以翻阅一下我的往期节目，然后自己对一对 K 线的时间表啊。我都是在他们涨之前告诉大家的，对不对？为啥看面具人的节目能赚钱呢？ OK， 我现在又要大撒币了，又要给大家发钱了。只要你转发面具人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并且留下我看面具人节目赚钱了的留言，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Axie 植物类的蛋和500 USDT 的直接转账的大奖哦。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面具人每一期的能让你发财的节目了。今天 AXS 涨到了最高点是150，对吧？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人都希望面具人我再次给大家指条明路啊。AXS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再进场？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啊，据估算啊，AXS Axie 的年收入将会超过15亿美金，也就是说破100亿人民币了啊。而 Axie 现在的市值已经是全球第5大的游戏公司了，仅次于暴雪、任天堂、腾讯这些超级大佬。确实牛逼，仅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啊。对于 AXS 面具人，我还是保持我之前的判断，在土地功能出来之前啊，它都是安全的。而且呢 Axie 目前呀，它的发展势头还是很猛的。但是你们要注意， Axie 目前有点重资本轻游戏的发展趋势。为啥？人之常情，因为设计游戏太累了，又要画画，又要画美术，又要写代码搞平衡。反过来呢，直接钱倒钱，钱生钱，多简单粗暴的，对不对？所以说呢 Axie 团队现在有点重资本轻游戏。那如果要重资本的话，他就必须得继续包装他的资本。所以说呢 AXS 突破200美金也是必然趋势，他会继续把他的资本泡沫吹大，把他的财富神话造就的更上一层楼。可是呀，大家要注意了，随着 AXS 市值的上升，那么它的拉盘的速度也就会越来越慢，因为拉盘的成本在变高。而且呢，我们还要考虑 AXS 的后续游戏研发的能力能否跟上。如果说它后续的游戏研发拉垮了，跟不上了，那就会出现问题。毕竟 AXS 的价值根基是建立在游戏之上的，
这点值得大家注意。其实 AXS 目前呀破$200的难度应该不大。想要知道 AXS 下次的入场时机，你们仔细看啊，目前 AXS 出现了下跌的趋势，那么这就代表着庄家开始套利了。但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下次的拉盘会拉得更高，因为你要考虑到庄家的成本和利润。我个人从这个图中判断啊，应该是在120到130之间可以入一下。但是面具人要问一下大家啊，5块翻到50块容易，还是500翻到5000块容易？所以呢，面具人我已经开始在酝酿下一款真正的符合我认为的 GameFi 王道理念的游戏了，一个新的传奇。AXS 它已经成为传奇了，但是面具人我这个人就是狂，我就是喜欢造就传奇。你们等着看，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传奇呢。到时候呢，我会提前的在我的会员群里公布的。但是你们别问我和项目方认识不认识啊，我只是负责推广项目打广告的。至于项目方真正的资金规划，要拉盘拉到多少点位，那是人家的商业机密，人家也不可能告诉我的。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可能公开说的，对不对？所以呢，有些观众给我留言，给我发这个 email 问我，让我去跟项目方沟通沟通，项目方的资金规划，下一次拉盘到哪个点位？面具人，我想问你啊，你是谁？你是项目方他爹吗？他会告诉你他的点位在哪儿，然后让你来进来套现啊，让你来割他的韭菜，可能吗？对不对？其实你们真的是想要在币圈多赚点钱，想要靠现货多赚点钱，只用多看我的视频，跟紧我的节奏就行了。别忘了打开小铃铛，最好能加会员，因为这样呢才能最及时的收到我的消息。OK， 面具人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我对加密货币大环境的看法啊。2021年9月16日，古巴中央银行 BCC 发布的承认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法案现在已经生效了。这也就意味着加密货币现在已经成为古巴商业交易的合法支付方式。古巴成为了第2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币的国家，第1个是那个萨尔瓦多嘛。古巴是中共的铁盟友呀。中共现在在推广什么呢？数字人民币 DCEP， 对不对？其实数字人民币和数字货币呀，在以后的未来差距可能不大了。全世界的货币革命已经开始了。我说过了，全世界右转集权，走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权贵们是可以垄断一切能垄断的资源，甚至你的认知，并且他们也乐意，他们也想这么做。在中国搞数字人民币、数字集权没毛病，很轻松，因为老百姓不反抗，老百姓不想反抗，也没能力反抗。可是呢，在民主社会，怎么搞数字集权呢？怎么把老百姓的钱变成数字呢？变成数据呢？你说你让老百姓把自己的现金交上来，换成央行控制的数字货币，那绝非易事。老百姓会造反的，老百姓会有选票的，老百姓要投票把你拉下台的。但是这些权贵他们也想要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呀，那怎么办呢？看，有办法，通过制造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的财富神话，吸引大家进场。通过制造各种各样的股市神话，吸引大家进场，把自己的钱投进股市，投进币圈，把自己的钱变成存在互联网上的数字资产。最后呢，该插针的插针，该爆雷的爆雷，或者呢，来一个温性的，提高税收监管给你弄一个釜底抽薪，把整个市场强监管、强监控起来。这样是不是就能软着陆了呢？这样出了问题以后爆雷了，被管制了，只能怪你自己参与了那些什么非法集资呀、不法金融呀，怪你自己贪心。我国家我这些官员可没有强逼着你把你自己的钱变成数字人民币，变成数字美元，变成数字澳元，对不对？这是你自找的，听懂了没？然后呢，再拉一派打一派让这些加密货币股票的这些信仰者们
该玩的还是玩，既得利益者们打压另一派。但是呢，到那个时候你就已经很难赚钱了。到那个时候，什么加密货币呀、存款呀、股票呀、证券呀，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到那个时候啊，人生下来也是分3、6、9等的。你一生下来，你的一辈子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甚至你的死亡，甚至你的这个一辈子的规划，都是被程序、大数据编程好的。你永远别想翻身。你想在现代去翻身，根本跟古代没办法比啊！现在翻身不比古代了，是没有可能翻身的，未来更不可能。所以说，各位观众，趁现在赶紧赚钱，摆脱自己的阶级，爬到更高的一个阶级啊，为你的子孙后代谋福吧。否则呢，你受苦不说，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将会世世代代的被奴役下去啊，做牛、做猪、做狗，而且他们会做得很开心。具体有多开心啊？你们可以看一看大陆的这些小粉红，台湾的绿区啊，这些人啊，他们的大脑已经完全被这个掌权者、权贵们控制了，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做什么都是被洗脑了以后啊，自发的、心甘情愿的舔人家的狗屎啊，而且呢，自己还得不到任何一个好下场，自己还要吃毒猪肉，还要被干啊！这种未来真的很可怕。为啥？是因为有你这么一个窝囊废的父母啊！你连你自己的命运都改变不了，你还能改变你下一代的命运吗？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啊！现在不管是大陆共产党，你别瞧不起人家共产党啊！共产党只是敢公开的露骨的去做他那些极权变态的事情，但是并不代表什么英国呀、台湾呀、美国呀没有在做这种事儿，并且呢，咱们东亚人本身就崇尚集权，崇尚这种压迫别人带来的快感，所以呢，这种现象在大陆、台湾、香港会包括马来西亚、日本会显现的非常的露骨，非常的严重。所谓的民主自由只是嘴上喊的一个口号罢了，所有人都是被洗脑的奴才狗啊！你趁现在不翻身，以后呢，你口袋里面的钱也不是钱了，币也不是币了啊！你连个人都不算，你就是个机器人，而你的孩子、你的未来连大脑都不会有，他的脑子里面的思维全部都是被洗脑灌输的。你孩子的行为，包括甚至你自己的行为，都不是你自己自发的，听懂了没？太可怜了，哈哈哈！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甚至呢，弱都不肉，弱了以后生不如死，要被拴条狗绳拴起来，不停的干活，不停的当傻逼，还要感谢那些把你拴起来的人，还要歌唱那些权贵把你洗脑洗得好。不趁现在多赚点钱，提高自己的阶级，提高自己的认知，真的是后患无穷呀！我就问你，你有飞机吗？你有坦克吗？你有大炮吗？还是你能控制小学里面、幼儿园的书本？还是你能控制手机上面的这些媒体的资讯？谁屌你是个蛋呀？对不对？你1毛钱都没有，你出去别人都讨厌你啊！你还能控制谁？你只能是那个被控制的。你想不想落得这种下场？赚钱吧，赚钱太重要了，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那好，如果大家有想要获得最及时的政治分析、项目的早期入场时机以及币的进场时机的观众朋友们，请下载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祝你好运，发大财，翻身吧！